英国选择躺平政策面对疫情，用逆来顺受这个大法来赌国运，会不会这个大法又再一次的失灵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我想呢，大伙儿应该还记得吧？就是去年英国在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，初期的时候，曾经吵吵嚷嚷说要搞一个就是全体的群体免疫。什么是群体免疫呢？就是什么都不管吧，大伙儿索性都感染。反正他们也预期了，死亡率不会太高，这样呢还能扛得下来，能扛住就行。死一批人，老弱病残那没办法，但是活下来这一批只要扛住了，大家病一好，身上就有抗体了。等身上都有抗体了，这病就传不开了嘛。英国觉得自己就可以看着别人偷了乐了，我反正没事了，你们自己传去吧。当时国内很多人也说，哟，英国这个办法非常好啊，人家搞全体免疫了，我们靠疫苗撑着，就我们身体变脆弱了，英国人变强悍了怎么办？还担心这个呢？说白了，英国早期疫情的时候选择的政策就是躺平政策，逆来顺受，病毒爱怎么样怎么样。最后发现这个新冠病毒变异太快了，原来计划这种不靠疫苗就靠自己身体硬扛，靠整个社会群体硬扛的群体免疫政策，后来发现真的不好使，造成的疫情传播也好，死亡也好，都开始扩散起来了。真要是彻底躺平，那就真的爬不起来了。所以后来呢，英国还是采取了一系列的防疫措施，该封闭就封闭，该隔离就隔离，社交距离保持2米，该打疫苗就打疫苗，该开除卫生大臣就开除卫生大臣。最近呢，这英国的每日新增病例也是控制不住，大伙还是不听话，老想着聚集，老想着玩，还抗议示威游行嘛。前几天每天的新增那个数量是18000，这2天已经到了每天新增27000了。这个数字在中国是相当大了，别说27000，一个城市如果出现了2个这种阳性的病例，那恨不得整个一个城市动员起来进行检查。你看这个瑞丽就是这样。我这2天在昆明出差讲课嘛，有这个新疆来的学员，就是一说这个新疆这边传来个消息啊，说你们现在云南上课，云南那边出现了疫情，那好，你们现在上完课不要回新疆，你们在全国各地哪儿折腾都行，反正过了14天，你们的码绿了才能回新疆。把这俩学员给吓坏了，说我们怎么那儿待着，没地儿待去了。所以说防微杜渐这4个字在中国大陆得到的就是完美的体现。但是英国呢，在这种情况下做了一个决定，跟咱们中国人真不一样，他们决定再躺平一次。上一个卫生大臣为什么被开了？他跟他的女助理社交距离不是严重小于规定的2米吗？小于0了吗？所以新的卫生大臣就赶紧把社交距离限制取消了。这一取消，他就不会违规了。这小机灵鬼多聪明！那其实呢，英国人是觉得呀，这个疫苗接种率在世界上已经处于前列了，而且我接种率这么高，他们觉得就算病毒再变异，只要能把重症和死亡率压下来，进医院的人少就没事儿，大伙儿得了病没关系，在家窝着吧，自愈去吧。就算来个每天10万新增病例，英国也能扛得住，他们这么估算的。而且他们觉得每天就是死个把人嘛，为了杜绝每天个位数的死亡，英国要把整个社会运行都停下来，英国受不了。反正呢，卫生大臣你要不宣布躺下，那就是财政大臣得宣布躺下了，或者别大臣得躺几个。这样到了每天新增10万病例的程度，那个病毒的变异速度会加快的。新冠病毒是单链 RNA 病毒，特别容易变，而且你感染的人数越多，这个感染的次数越多，变得就越快，那就是一大病毒窝子，就开始在那酝酿了，开始发酵了。以色列现在情况就是什么？德尔塔病毒出来以后，辉瑞疫苗效率降到了60%左右。虽然说他们感觉是预防重症和死亡的效率还是93%，但是呢，你不敢说什么新变化吧？如果有了新变化，什么新病毒出来，不好讲。而且呢，英国现在呢是国内选择了面对疫情躺平，爱怎么样怎么样，社交距离可以为0。但是你别的国家怎么看英国？敢不敢你接触啊？航班还能不能运行啊？人员还不能交往啊？你别的国家要是跟英国保持距离的话，英国的经济损失恐怕还是不小。说到底，英国选择躺平，本质是站不住啊。有本事保持严格的防疫措施，同时还能保持正常运转的国家，本星球好像也没几个。那么英国卫生大臣的决定就更好理解了。什么叫全体免疫啊？就是让全体英国人民认为政府正在采取有效的努力措施。如果出了问题，当然可以回答事先没有预料到这么糟糕的结果。好，关于英国的躺平政策到底是能给英国带来一个好的结果，还是个更糟糕的疫情情况，我们呢就等着看吧。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